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 JOY 线上课。今天呢就分享两个长发的版本，模特叫 Cici。接下来我们先看一下像原有的头发条件。Cici 头发呢现在长度很长，胸部以下的长度。就是10万可呢品牌呢会有4个不同的长度，就我们在工作的时候，有第一个长度呢胸部上下10公分长发超长发，第二个长度呢是手骨以下10公分，就我们理解的手骨发。第三种长度呢是脖子一半 bob， 第四种长度呢是到耳朵一半。就是我们平常讲的超短发。今天的主题呢是一个长发，长发呢会有2个版本，一个版本呢是直发的版本，一个版本呢是卷发的版本。我们先看一下这种直发版本最终追求的效果，可以看一下这里。今天的主题的第一个直发的版本，剪直发的时候呢，你就要注意去看，就我们剪的比较多的这种直发，直发的修剪呢跟卷发的修剪它是不一样的。直发的修剪呢，你看一下它刘海。这样看去呢，就刘海跟底线呢是看起来是没有凹凸面的，看起来呢没有脱节断层的，以及呢底线的切口呢是偏方形的。当下我们做的比较多的直发的版本，很多我们同行呢手上到了这种直发的客户之后呢，剪直发的一定会剪很多层次，其实不需要的。如果这种比较长胸部以下的长度，一旦两基线剪了太多的层次之后呢，发尾就会太碎。当你的直发是剪完之后发尾特别尖、特别碎、特别轻的时候，那种审美呢就是10几年前的审美了，就不太具备当下的审美。现在审美就是直发，同时呢，上面跟下面的比例看起来要和谐，你要注意了。那怎么样可以做得到直发？最终效果可以上下的量感看起来是均衡的，这个呢就跟你分区修剪层次有很大的关系了。这种直发的刘海啊，以这种为参考。刘海呢也是目前比较受年轻人喜欢的一种刘海。那它这个刘海的特点呢，就是整个分区很少，以线条为主，以这种很轻盈尖锐的这种状态为主。那等下我们第一款会走这种感觉，这种刘海是属于直发的刘海。特点呢就是分区不能太多，看看分区很少，走竖状线条感为主。怎么样可以很容易剪出这种刘海呢？我觉得理解呢就主要是分区，因为分区呢决定了你的亮感，脸部边缘这些眼基线的地方亮感就会直接影响到美感。可以围起来了。我现在这种长发，你们在门店的时候剪的也是很多的。长发怎么样去拿捏它的美感呢？怎么样剪完之后呢，更符合当下的审美呢？这个你要注意了。从刘海开始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修剪呢，从刘海开始。刘海呢，就从分区开始，注意看分区。这时候的分区呢，给大家看到的效果呢，就是偏少的。分区呢，取得偏竖状。这种刘海就是要剪出来之后呢，有点氛围感就可以了。千万不要分区太宽，可以取高一点，但是不要取得太宽。注意了，这个是剪直发的刘海，这是我的分区，那就是修剪。修剪的方式呢是头发的原位提拉，让它梳成内弧，指尖朝下，然后去画一个 C 型，画一个这种 C 型，微微的带到一边去，相反的方向，微微去一点点这种上角。最终呢，追求尖锐为主，尖锐竖状，再压到相反方向，柔和一下这些切口。我女孩剪头发呢，很喜欢把这些脸基线的头发剪得特别尖、柔和。另外的一边，头发的原位提拉，指尖朝下，剪刀在空中去划这个内弧形刀口，角度拉高，相反方向去带。带起来呢，看到这些有角的，微微把上角去掉。那直发刘海我们就完成。剪完之后呢，它还可以扎到头发，就试一下脸型的轮廓，有一点点氛围感就可以了。这边侧一下看看，然后另外一边侧过来看看，就这种感觉。它的发量很少，所以呢去量呢不需要怎么过多的去量。还有就是我的分区也对了。基本上没有太多量可以去，分区决定亮感嘛，前面亮感影响美感，基本上没什么量可以去。设计直发的刘海就这样搭配。注意了，直发的刘海的追求就是竖状感、轻盈感。你也可以剪一点点这里，扎头发的时候有一点点氛围。这里可剪可不剪，发质条件不好的可以不用剪。剪这里呢就很轻松，直接拉到你的头顶，头顶的高度把它切掉。掉下来之后呢，它的长度呢基本上在下巴，然后呢再往相反的方向往前走，
微微的柔和，去掉一点点角。这头发呢，建议不要剪太多，太多之后呢，它也不好打理，特别是碰到一些头发比较毛躁的，抬起来，抬到你的头顶啊，抬到头顶上去，垂直往上走，把它抹掉。这个效果只有扎头发才会看得到的，放下来的头发是看不到的。就它有时候扎一下头发，扎头发啊，有一点点这种氛围。好 ，OK， 就是你剪这种直发的刘海的时候，你的分区啊。一定是剪完了刘海之后，看起来跟你的边缘层次呢是看起来没有脱节断层的，没有凹凸面的，这个效果呢就为最佳。怎么样可以剪完这种短刘海之后呢，看起来跟两边边上不会看起来有个凹凸面呢？那这时候呢就是你的分区，刘海的分区不能分得太宽，我的分区是很窄的，大概2指，分得很窄。这里就是我怎么剪，往下掉，掉下去之后呢，平常打理的时候的拍摄的时候呢，它这里都不会有凹凸面。但如果你的分区分得很宽的时候，那你把这里头发剪掉了之后，这切口在这里，落点在这里，就会跟你的脸基线会脱节断层。直发是千万不能剪完之后有脱节断层的这种视觉，除非是烫发，烫发是可以允许剪完之后脱节断层，一烫了之后呢，它有空间也看不出来有脱节断层，你要注意了。第二个部分呢，我就会去做定长度。今天的主题是长发的，所以它长度不会怎么改。你们手上一定也会碰到这样的客人的，高高瘦瘦的，喜欢长发的。这种客人用这种剪法去剪，定长度的时候不能低头，低头耳前点头发会被剪缺掉。剪它的时候呢，我的习惯动作呢是把这里头发垂直脖子往下梳，要你的客人就是要坐直了，坐正坐直，双脚放平，腰背不要靠到你的剪发位后面。建议呢尽可能不要翘着二郎腿，翘二郎腿肩膀会一高一低，那你剪完之后你的底线也会一长一短。所以呢，这时候呢，我会要求客人配合一下。就我们剪头发的时候，我们会跟他说一句：“小姐，我们对剪发要求很高的，麻烦你配合一下，双脚放平，腰坐直，头呢平视看前面，不低头。”这时候呢，剪他头发呢就很好剪，像剪公仔头一样好剪。夹住，垂直脖子往下走，把导线、把底线剪掉。他今天是走长发的，所以不会改长度，长发为主，不低头啊。第一次找你剪头发的客人，他一定会低头看你剪的，因为他担心你把他头发剪短了，他一定会低头。但是一旦低头之后呢，你的耳前点就会被你剪空掉。另外一边比一下长度，底线剪方，再垂落，自然垂落下去，把底下不干净的剪刀拿稳一点，把它切干净就可以了。这时候呢，底线就完成了。好，接下来是剪后面，你的客人的状态呢还是一样的，往前坐直的，然后呢背不是靠在剪发位上的。剪后面的长度，只要你的刘海剪的不是特别方、特别厚的客户，后面你只需要剪圆弧形就可以了。两边头发衔接上。你不好剪，你可以站起来剪。那我们剪习惯了，我们就不站了。这长度也能剪。头低下去看你的脚，对，谢谢。低头看脚之后呢，发际线还没有跑出来很多，那证明它的枕骨区下的发量不算特别多。把它剪成方圆形就可以了。抬一下头，对，下巴抬起来，谢谢。抬起来，表面如果乱了，谢谢。再把它收干净一点。然后再回来，做一点点这种锯齿。这种是剪直发的啊，剪直发呢，等下不会有层次的。所以呢，这时候呢，我就会把这个底线虚化掉，整个底线全部都点虚化掉。这样虚化过你的底线呢，等下即使不剪层次，你的底线看起来也不会呆板。直发那么简单的头发，但很多人剪完之后呢，会很死板、很呆板。
整个底线呢就处理好了。这时候呢，我们的底线呢就完成了。我们就去做一些脸部边缘的层次。那碰到这种直发要剪脸部边层次，你要注意了。就剪完边层次之后呢，还得看起来你的底线是方的，又要有层次，又不能剪完之后发尾是尖的。你要做的是不能把你的宽度剪得太宽。我们已经经常讲到了，就是剪边层的时候呢，除了你要考虑层次的高低以外呢，还得考虑你的层次的宽窄。考虑呢是剪什么样的形状。直发边层次跟卷发不一样的，直发的边层次呢剪得越窄越好。如果给到我的手上去做的话，直发的边层次我会找到我的主刘海最长的落点，剩余的所有头发呢垂直往下去修剪。主刘海最长的地方，剩下的是边层次。边层次我的剪刀会垂直往下剪，你看垂直的往下，剪的宽度呢特别窄，只需要连接上就可以了，不能太贪心，不能把它剪宽，也不能够拉起来去这些角。去完之后往下放，你的边层次，你的耳前的头发会显得特别的尖，尖了之后呢就不太符合当下的审美。一开始修剪它的这一刀呢是带到前面去的，而第二刀呢把它梳到侧面去，梳到侧面这个面去，你只需要剪刀垂直往下去划，划的过程当中呢剪的刀口很窄就可以了。这个呢就是直发的这种修剪方式。这角呢可去可不去，不要过多的再把它剪一些层次。另外一边，如果你怕你控制不好，你担心老是把它剪得很宽，不妨呢把你耳前剪的头发呢分成几个等份，从这里到这里理解是10份，10厘米的宽度，那你可以分个1到2厘米的宽度出来，把这里的头发做一点点层次就可以了。注意看了，这个是直发的边层次，那注意看，带到侧面去，找到你的刘海最长的地方，剪刀垂直往下剪。这一片头发其实你全部都剪掉之后呢，它的宽度也不会变宽。剩下头发也是耳前点的头发，梳到侧面去。这个时候呢，我的梳子角度，带头发的角度会特别低，在这里。那你看，你只需要把这些剪一点点层次就可以了。这样剪完就会有层次，也不会显得你的耳前的头发剪得特别尖。剩余这些如果还有微微点掉一点就可以了。直发的边层次我们就做完了。剩下是头顶，直发的头顶应该怎么做？剪什么样的层次？直发的头发呢，一定不适合抬起来去剪这些层次的啊。剪完之后，一旦直发剪完这个地方的层次之后呢，往下放，这种偏方的底线就没有了，底下的量感就会变得很尖。直发不能让它剪完之后看起来很尖，不能剪太多层次，不能拿走太多的重量，是直发的重点。但是呢，像它这么长的头发，一旦头顶没有一点点层次的话呢，头顶会很尖。怎么办呢？这种通常会将头顶的头发从它分界线的地方，左边1公分，右边1公分，取一手发片，用这里去制造头顶的蓬松就可以了。头顶头发你怎么样剪多短，你底下的重量还是会有，底下的方角还会有。要修剪它的方式呢是整个发片往前走，然后呢去设定一个长度，这里的长度呢直发建议的长度呢要去到你的下巴以下，4到6指都可以。往前去带，设定长度在你的下巴以下4到6指，也就是说这里头发是可以剪掉的。头顶的这里的层次呢，建议是用牙剪，剪完之后呢，最好是柔和虚化的这种刀口。这种刀口掉下去之后呢，即使上下是脱节断层了，你也看不到有明显的这些断层的效果。这是直发修剪直发用牙剪的好处。抬到头顶最高的高度，切口继续往后延伸。剪一个三角偏圆弧形的切口就可以了，再从它的中尾段做一点点这种虚化掉它。虚化掉它的意思呢，就希望它轻盈一点，烫发跟蓬松的时候呢，会有点点这种效果，蓬松头顶的效果。OK， 直发层次我们就完成啊，剩下的呢就是去亮打薄，因为它头顶的层次呢跟底下头发是不连接的。那剩下的你的发尾很厚，不能再剪层次了，只能够去挑亮、去亮、去发量。去亮之前呢，你先得看一看它的原有的这个发量如何。它的发量呢，去分析观察，耳前点的头发很少，耳后的头发呢，其实相对也不是很厚的，不算很多发量的，只是前面头发太少，显得后面会有点多。那这个时候你只需要
去掉后面的发量就可以了。分几份去观察，分3份，枕骨区以下1份，枕骨区以上1份，U 字区以下1份，3份。看看这3份头发哪份比较多，就在哪个地方多去。表面头发很少，中间头发偏多，枕骨区以下的头发呢其实并不多。那碰到这种情况下，跟其他的中发去量就不同了，这种就不需要再去掉它的中根部了。其他的锁骨发很厚的，枕骨区下很厚的，我会去掉它的根部，这个不需要，这个你只要去掉它的中尾段去量就可以了。好，继续第2层，它的头发只需要去掉中尾段就可以了啊，剩下往前放去观察呢，在耳前跟耳后的量感看起来会不会特别的钝啊？这样去观察呢，哎，好像就不会了。还有这里就上下前后的转角，这里可能会厚一点，分个三角区。好，整体呢，这个女生的发量是少的，不多的，只是不均匀。我现在只需要把它做均匀就可以了，就用手去打理，去整理看耳前跟耳后的量感，哎，可以融合在一起了，那就可以了。啊，另外一边你去看看，它现在就是这里的头发显得多，那我们着重去这里的发量就可以了。这里头发其实就是耳后的，至于是耳后枕骨区以上还是枕骨区以下呢？这个发片打开之后去观察，枕骨区以下的就是枕骨区以上的，事实证明呢，它的发量分开了去看呢，这个地方的量会多点。枕骨区以下并不多，碰到枕骨区下发量并不多，就不需要拿走它的根部的发量了，只需要拿走它的中尾段的发量，那么就可以了。这一片。好，这些地方呢都不属于是呈现头发有没有质感的区域，所以你去掉之后呢，它也看不出来毛躁了。即使毛躁你也看不到，因为表面还有一层覆盖。那这时候你再往前去观察。耳前耳后头发都放在一起，你去观察，看看你耳前跟耳后的发量有没有特别能够融合在一块。如果可以融合在一块，并不会看到哪里特别方特别厚，那这个量感就是可以的。但是看这里会厚了一丁点，做中尾段就可以了。转角位通常会厚，转角位指的就是耳后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分个三角。啊，去量是不是来的很简单？是的，本来去量就很简单。那这种头顶的量，我就像这种情况下，其实就不需要它一起来剪了，因为它整个发量是不多的。通过镜头你去看它的量感是不是就比较匀称了，对吗 ？OK， 那这种量感就是我们要的。你要记住了，直发的量感只是要做完之后，前耳后头发能够融合在一起，然后呢整体看起来这个底线还是呈现方形的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咱们可以剪完之后呢，既有层次。底线还会有方形的这种美感呢，就是你的脸部边层次。剪边层次的时候呢，千万不要把宽度剪得太宽，有层次的高度就可以了。以及头顶单独剪，这个地方左边1公分，右边1公分，抬起来啊，单独去设定一个长度啊，长度去到你的下巴以下4到6指就可以了，又有层次，又能够保留住你底线的这种方形的轮廓。这个呢，效果呢是比较符合当下审美的一种直发的效果。OK。那直发版本我们就修剪完成。